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来开箱两款跟这个一般的蓝牙喇叭跟一般的 WiFi 喇叭设计非常不一样的 Sony 称它们为可以给人家环绕感觉的顶级无线扬声器系统。那分别是在我右手边白色比较小颗的 RA3000，以及呢有着这个高级刮胡刀之称的 RA5000 黑色的，在我右手边哦。那 RA3000 以及 RA5000 分别是 Sony， 你可以说它是无线的 WiFi 喇叭也好，你说它是这个蓝牙喇叭也好，就是 Sony 他们家算是最贵的一个室内的无线扬声器系统哦。那它跟一般的蓝牙喇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开箱过 B&O 的 Emerge， 然后我们有开箱过 B&W 的齐柏林喇叭，我们有开箱过甚至是 Sony 他们自己家的蓝牙喇叭系列，就是你一般的蓝牙喇叭或无线喇叭，他们的思维就是说我把以前的那种2声道喇叭做在一个小小的体积里面，那它基本上还是播放着这种左右立体声的音乐嘛。但是呢，这种喇叭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也许你坐在他们前面听，或你在某个方位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离开了某个角度，它的音色就会变化。这个原理就好像说，其实我们高音啊，或者高音单体，人耳只要偏离它之后，那个音色就会做改变。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讲话，我正对着镜头的音色是这样，但当我侧着一边的时候，我的讲话的音色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或者是说我前面有一道墙遮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讲话的音色也会完全的不一样。那 Sony 呢，他们便是利用，你可以说它是利用了所谓天空声道的这个技术以及它的一些演算法。他说就是说，你可以在室内的任何地方移动，然后坐着或者是起立，你都可以听到非常一致的音色，甚至我觉得音量也都比较趋近于一致这样。那它是怎么样达到这种听起来很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就待会再跟大家细细的说明哦。好，那我们就是不免俗的一样，要从外观开始介绍起。基本上 RA3000 呢，你可以当做它是一个直径16公分的圆，然后高度呢就是26公分，但它这顶端的圆呢又有点做那种6边形的一个弧线的造型。然后在它的正上方还有一些触控按钮，那这基本上都蛮常见的，什么大小声啊、暂停，然后讯源切换、开关机、蓝牙配对。它比较特别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 Immersive Audio Enhancement 这个按钮。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是2声道的音乐，它会藉由演算法让你听到比较像就是有环绕效果的音乐啦。那这个东西，我后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听感。那以及这个按钮，它按比较久，它会进入一个这个空间校正的模式。当然，你说空间校正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不是很少见的东西？其实现在很多soundbar、很多那种蓝牙喇叭也开始有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是 RA3000 的话，它以它这个9000多元的价位有这个的话，其实在这个价位的确是不多见。那 RA5000 就是将近17000、18000的价位，可能就开始比较多有这种东西了。那简单来讲，Sony就是说他们这个主要就是它有一个这个 Immersive Audio 的加强的功能哦，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好，那接着我们讲到 RA3000 它的机身，我们讲完它按键，然后讲一下接孔。它接孔本身就只支援一个这个 3.5mm 的音源线输入，就是当然你平常可能不会拿手机去接它，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当电脑喇叭使用的时候，的确它可以挡一下，就是你放在你的笔电旁边，它可以接你的笔电去玩一些游戏。那在单体结构的方面，首先它正面你会看到它正面这边它有网孔的，算是金属边条有2处，那这其实是它的高音哦。那为什么它高音要这样设计呢？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它打破以往那种2声道的思维啊，让你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很均匀的声音嘛。那这个东西呢，它原理就有点像是说，今天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很明确的会感觉到我的声音是从我的嘴巴发出来的。但是当很多人，我们讲说人多嘴杂的时候，你在菜市场换，因为你根本分不清楚哪边有人在讲话，因为每边都是人声嘛。那这个其实它的原理有点像，因为它把它的高音单体做成一个柱状的时候，它上面开了很多金属的微孔。那金属的微孔，你就想成它每一个小孔都是一个人在讲话，或是一个高音的小单体。所以它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其实你对于那种发声点的感觉，你就会更模糊。你会听到的是一整片均匀的声音呢。好，那它的正面的2处的高音单体，这个波束型的讲完了之后，
然后它内部还有一个向上打的，你可以想成全音域的天空声道，那就是要加强这个整个空间的，算是一个环绕的感受。然后呢，接着在它的机身的两侧内部还有一个这种被动辐射器的低音单体。这种低音单体就本身它没有吃电，它是按照整个箱体的一起去共振，去加强它低音的频率表现。所以呢 ，RA3000 上面它是采用了算是一个5单体，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个3单体加2个被动这种单体的概念去做整个声音的投放。那我们接着讲到 RA5000 的身形 ，RA5000 的话，基本上它的高度就来到了30出头公分，然后它整个的体积大小，我觉得，也许你就把它当做一个6公升级的矿泉水，但是它的中间它会去修饰一下它的一个机身。基本上它就像是你从正面上方看，它有点像是三角形的那个御饭团的三角形的情况，就它有修一些 R 角，然后在它的正面的顶面的上方，你会看到3个古铜色的圆，这个3个古铜色的圆盖板底下就是它的所谓的天空声道的单体，然后在它的机身的中段就来到它的中段的部分，它的沿着它的天空声道往下看，它底下各搭着一个平面的单体。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上方天空声道有3颗，然后中间平面的呢也有3颗。那接着呢，它还有一颗重低音单体在它的机身的内部朝向下去打。所以 RA5000 的话，它本身是一个7单体的结构，并且它在天空声道的上面是再去加强。所以呢，这两支的听感的差异，以及怎么样呢去做一个音色的调整，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说明。在进入这些片段之前呢，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 RA3000 以及 RA5000 的音效表现低头摇大，你乐此不疲，like it not， 你需要呼吸，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 or maybe something else。在破爱上吧，压力要大 ，feel like you're locked in the box。多久没好好的发泄，真将会被瓦解。There's something rotten in me， 想平静却理，it's backfired on me。我懂你需要答案，或许更需要大爱来冲淡。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8月温柔，自远方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低头摇大，你乐此不疲，like it not， 你需要呼吸，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 or maybe something else。在破爱上吧，压力要大 ，feel like you're locked in the box。多久没好好的发泄，真将会被瓦解。There's something rotten in me， 想平静却理，it's backfired on me。我懂你需要答案，或许更需要大爱来冲淡。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8月温柔，自远方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
好，那听完了 RA3000 以及 RA5000 的音效表现之后，我们来接下来讲一下，其实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它的一个无线的连接方式嘛。本身 RA3000 跟 RA5000 我先讲一下，他们都不支援所谓的 AirPlay， 但他们支援 Chromecast， 以及如果你有用这个有一些软体，它支援这个360的 Reality Audio 的直接投放，像是 Tidal 的话，你可以用特别的协定去做投放。那蓝牙的话，它就只支援就是 SBC， 然后就是它不支援他们自己家的 LDAC 的解码，对，你没听错，就是它没有支援。但是你直接用蓝牙直接连它听，用 iPhone 用 Android 手机听，坦白说那个声音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用 WiFi 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像我用 Tidal 播的话，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细节更多的声音啦。但我觉得它用蓝牙听的音色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属于比较醇厚类型的。用 WiFi 听的话，有时候那个声音反而比较锐利，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类型的。虽然它的规格没有支援 LDAC， 但是建议大家你还是要用蓝牙或者用你的 Chromecast 去连线去做播放看看的。好，那听感的分享的方面，我们刚刚讲说它跟一般的蓝牙喇叭不一样嘛。就我试完之后，我发现的确，像我之前听的，假如说 B&W 的齐柏林喇叭，我坐在那个齐柏林飞船前面听的时候，那个左右声道的感觉很明显，音色也很棒。但是当我起立，甚至我来到喇叭背面的时候，那个音色就变得就什么立体感啊，然后音色的那种人声唱歌的，都就是你说变化是蛮大的，可能是100分到50分、40分、30分，所以你的位置会做变化。但是如果是 RA3000 跟 RA5000 啊，我把它放在房间的正中间，我跑到，因为你看，基本上 RA5000 它的结构就是你跑到它的每一面，它都有单体对着你，所以我放在我房间的角落，放在房间的中间，我绕着它走，我基本上听到的音色是一样的。那当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听到的音色也都是一样，甚至我觉得你在做远近的移动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感觉，音量上也没有差异的很多，就这我也是觉得很惊奇的。而且很好玩的是，有时候你在室内走动的时候，你也的确真的不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发声点。就是我建议大家玩玩看，就是你让它播放之后，假如 RA5000 或 RA3000， 那你在室内走动，那你走动的时候，你仔细注意一下说，假如现在有人在唱歌，你觉得它是从哪个方位跑出来的？就它比起一般的那种蓝牙喇叭的所谓的真的方向感，会淡化的许多，但取而代之的是你在每一个地点的听到的音色的均匀度是更均匀、更完美的。好，那关于它的这个 Immersive Audio Enhancement 的一个加强，我就觉得这个算是以我自己体验的感觉。我有看一下，有些网友就觉得说，这个 Immersive Audio Enhancement 这个效果一开下去，就回音变得很重，就我开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会让它别有一番风味，但你听某些音乐的时候是还蛮适合这个效果的，但你在有些的确有些音乐你开这个就我觉得效果就是一般般，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试玩啦这样子。然后再讲一个小彩蛋，就是 RA5000 如果你去播这个360 Reality Audio 的格式的音乐，那它底下会亮绿灯，就是这算是一个小彩蛋。那关于360 Reality Audio 后面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Sony 对这个的想法。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RA3000 跟 RA5000 啊，他们诉求就是说你在一个空间里面任何地点听到的音色都是均匀的嘛。那音色调整的部分，其实这两个调整也很简单。Sony 他们家有写一个 Sony 的算是 App， 那我觉得在调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它的EQ 页面呢，跟以往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它分别是63赫兹、250赫兹，然后 1K、4K、16K 5个频段。那这边的调整呢，我觉得大家去掌握一个大重点，叫做 W 形状的调整，以及呢这个3+2+1的调整。什么意思呢？我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它中间的这250赫兹，然后 1K 跟 4K。首先3+2+1什么意思？你在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我建议你中间的这3个频段你当一组，这一组呢就是负责所谓的人声的调整。那接着我们刚刚讲到3+2嘛，2是哪边呢？就是所谓的63赫兹跟250赫兹。这个所谓的2就是负责整个低音组的感受，像是你一些低音的音效啊、贝斯的饱满度啊、那种低音的低沉程度。那最后3+2+1，的话就是最右边的 16K。我觉得这个 16K 它的整个的调整就有点像是修饰一些
像我们之前讲的，只要拍手声的尖锐程度啊，或乐器有一些那种敲击声、敲金属的声音，它在那种整体音乐的比例。所以我觉得你按照一个3+2+1的调整逻辑去做调整。那像 W 形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调整完之后，我在画面呈现就是像我 1K 的话，我会开到大概正4的位置，然后呢，我的250赫兹跟 4K 呢，我就会比它各少1赫兹，不是各少1赫兹，各少1个值这样子。然后呢，接着在所谓的 16K 跟 63K 的部分 ，16K 跟63赫兹的部分，我就会把它调到就是跟 1K 是同样的值哦。所以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 W 形状，就是完美的 W 的形状。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我个人的调整啦，因为我在调整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思维就是说，我的人声是需要它比较突出的。那整体的音效来讲，就是一般的这种，我觉得喇叭的预设啊，厂商的预设都是比较平淡的，因为它不可能预设就弄一个比较激进或太有个性化的调音，因为这样子变成说，你很有可能有些客群就是你比较平淡的调音，可能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但你太有个性的调音，你的受众就会比较少，所以在商业上来讲，就是比较不保险，所以就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口味，还是要去做调整一下。但我觉得说，如果你首先就是你要确认好你的中间的这个3组250赫兹 1K 然后 4K 这个人声确定好之后，我觉得你的低音组跟那个 16K 再去做修饰就可以了。那基本上我觉得 RA3000 跟 RA5000 的参数是可以通用的，因为调整逻辑我觉得音色的那种变化都是蛮像的。好，那整个音色调整这样就结束了。那最后就是回过头来讲说，其实这两款产品我会去做什么样的推荐，或者你有什么样需求的人会就买这个产品比较好。我觉得这东西我在想的时候啊，其实它适合一些场景，假如你会一直移动，然后你不会定点，你会起立坐下，那你就蛮适合买这个喇叭的。像我想到一个场景，就假如说你在厨房，或者你是开放式厨房，然后你是家庭主夫或家庭主妇，那你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有瓦斯炉，你有冰箱，你有烤炉，前面一直做移动。但这个时候你想要听一些广播，像你想听音乐，传统的蓝牙喇叭它音色偏离轴心之后就会差得非常多。但是如果是 RA3000 或 RA5000 的话，你就会可以一直享受到好音乐嘛。那甚至我觉得你假如说你是那种假如说集会的场合，或者是我觉得甚至什么跳舞教室，因为你要每个学员都听到比较一致的音色啊，比较一致的那种低音的节奏啊，就是我都觉得蛮适合的。或者是说你很喜欢那种 Sony 他们这两款算是你说它真的很有环绕感嘛？我会说你用这种喇叭，你去不管是播什么360 Reality Audio 啊，你去播那种什么2声道，然后做那个 Immersive Audio 加强，你其实不会真的说我今天我坐在喇叭前面，我听到我身后有声音，我左右有声音，我天空声道有声音，坦白讲体验不到。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会比较有空间感，然后有一点 echo。但是我觉得它也有一些，你说有缺点吗？我觉得相较来讲，它在清晰度上面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今天它的喇叭，它都假如说像 RA5000 好，它有3面，或 RA3000 有2面都发一样的声音，你那个声音在空间里面绕来绕去，我觉得受到那个回音的影响会更重一点。那或者说它本身发声的时候，到你耳朵的那个时间也就有一些时间差了。所以清晰度上面，我是觉得的确没有感受的那么好，但是这也就是 Sony 想要做一些特别的尝试啊。我觉得其实你看，其实 Sony 他也知道说，在这两款喇叭上面去加入 AirPlay 的功能，它一定是可以卖得更好。而且你看它自家的 A3000、A5000、A7000 的Soundbar 它都有加。那个我们不讲 RA3000 比较便宜的，可能成本有所考量，那 RA5000 总可以加吧？但是为什么 Sony 它不去加？因为其实 Sony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想要去挑战一个，去建立他的一个所谓的在这种不管是音效上面的一个权威，还是一个声音产品上面的声音特效上面的格式上的一个形象。为什么？因为其实 Sony 它在影像产业上面，它其实是有整个就代表着 Sony， 你看它从摄影机，它从电影公司，它从那个电影的相关的监视器的那个monitor， 然后到电视，就终端消费者看的电视，它都是有做的，它都算是一个标杆。所以简单讲，影视行业你可以说整个制作或什么的，有时候是 Sony 说了算了。但是在音乐产业呢，
我会说，也许在两声道的这种就立体声的时代是如此，因为 Sony 他们的确曾经它是制定的这种 SACD 啊 DSD 音乐的规格，就是 Hi-Res 音乐的规格，但是它一直无法跨越一道鸿沟，叫做多声道，就是杜比公司。然后现在杜比公司，你看它有这个 Dolby Atmos 全景声，他们甚至在挑战索尼的一个这个视觉上的一个权威，就是他们弄了一个杜比世界。所以你身为一个那种以前的那种世界的一个标准的大佬，就是标准制定者，你怎么可以忍受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 Sony 在这近几年，他一直很想要去推广这个360 Reality Audio， 他也在他的产品上面就想要让消费者去，就是赶快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这样做其实也许对推广产品来讲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啦。也许反过来想，当你产品卖的够多的时候，就像苹果 iPhone 卖的够多的时候，它慢慢的去限缩着消费者只能买它的东西或绑定它的一些配件，这样做说不定是可行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整个 Sony 就是它这个360 Reality Audio 的音效，我觉得推广上面的确是有点难度的。好了，那总结来讲，我觉得这两款喇叭就是它有着非常特别的一个音色，主要就是在空间的这个大空间的均匀度上，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那如果在选择上，我觉得其实如果你预算有限，RA3000就可以做到 RA5000，我觉得也许70到75% 的程度了。那当然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就像你买宾利1000万，买 Toyota 100万，但是你同样开的这台宾利，你从桃园到台北，你不会比开 Toyota 快10倍的一个时间。所以有时候音色的好坏差几倍，钱要差多少，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主观的衡量。当然外形也比较不一样 ，RA5000 你可以说是 Sony 少数产品里面比较有一个特殊印象造型的，就以往大家觉得 Sony 的产品比较呆板，但是 RA5000 我觉得它也是在造型上做一个突破，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给一点鼓励，好不好？好了，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分享。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